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85花商业价值哪家强？杨幂、刘亦菲争第一，垫底的赵丽颖前景最好。85花作为四旦双冰的接班人，在娱乐圈一波又一波的大洗牌中，始终屹立不倒。他们驰骋娱乐圈，攻城略的商业价值更是屡创佳绩，仅凭借收割资源就足以赚得盆满钵满。这就不得不让人叹服，85花要是没几把刷子，早就被时代抛弃了。摸爬滚打多年，那么85花的商业价值究竟有多强？杨幂和刘亦菲有什么资格争第一？为什么垫底的赵丽颖反而最有前景？我们一一来解答。一、杨幂商业价值。杨幂是85花中长红10几年，且地位屹立不倒的存在。流水的小花，铁打的杨幂，她也是最有希望冲击85花领头羊的人。杨幂的话题度一直居高不下，甚至连她的自拍都是热搜上的常客。作为童星出道，杨幂的资源可谓是高低起伏。小时候就在武状元苏乞儿中跟周星驰配戏，年少时出演了张纪中版《神雕侠侣》中灵气的郭襄，她成为了不少80后、90后心中的白月光。杨幂演过的出圈角色就是美和陵，《宫锁心玉》里的晴川，《聊斋》里的郭襄，《仙剑奇侠传》的雪见，《古剑奇谭》中的晴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白浅。杨幂在古偶中的扮相堪称一绝，凭借着自身的流量和话题度，稳坐85花流量花头把交椅。但是杨幂的电影资源却给她掣肘不少，知名的电影作品少得可怜。早年的《我是证人》口碑不错，之后想要转型，牺牲形象出演宝贝儿，票房惨淡，观众也不买账。近几年出圈的仅是贺岁档刺杀小说家中的图灵，镜头较少，大导演的电影几乎没有。但是杨幂的高情商，在综艺里能玩，有梗的可圈可点的表现，国民度高这个特点，就这一点足以吊打其他小花。密室大逃脱中的机智蜜，真正男子汉中的勇敢表现，不做作且有梗。时尚方面，杨幂的时尚资源可以说是85花之最。年轻化、时尚化、独立化一直以来都是杨幂的标签，杨幂同款早已经成为销量提升的代名词。杨幂凭借傲人的身材和时尚度，深受品牌方的喜爱。杨幂是雅诗兰黛全球代言人、ETRO 全球代言人、CROCS 全球代言人、维密亚洲区代言人、Moco 代言人。在杨幂身上合作的 title 太多了。2021年，她穿过11套高定。在时尚杂志方面，2022年已收获9刊8风杂志封面，时尚资源大好。杨幂可谓是娱乐圈长红不衰的典型，年少成名，摸爬滚打多年，一直有作品、有话题来维持自己的热度，也成就了自己无与伦比的商业价值。2、刘亦菲商业价值。神仙姐姐刘亦菲的美貌不需要过多赘述，她出道时间久，国民度高，同样是85花中的一支劲旅。影视资源上，刘亦菲吊打其他85花，所以她的知名度也冠绝85花，到了妇孺皆知、深入人心的程度。当年资本重金捧，14岁搭档陈坤，以一部《金粉世家》里的明媚大小姐走进大众的视野。16岁在《仙剑奇侠传》中，凭借灵动活泼的赵灵儿一角，开启了她的女神时代。《神雕侠侣》中不输李若彤的小龙女，《天龙八部》里遗世独立的王语嫣，几部古装剧下来，直接奠定女神地位。在电影圈也是与众多大咖合作了个遍，与周润发合作《铜雀台》，与成龙合作《功夫之王》，与邓超合作《四大名捕》，与冯绍峰合作《二代妖精》，与顶流杨洋合作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等。
不管是大制作的历史剧题材，还是符合时代的爱情文艺片，可惜刘天仙再也没有像当年赵灵儿、小龙女这样出圈的角色。即便是迪士尼监制的《花木兰》，依旧掀起的口碑平平。更多人都在强调刘天仙拿着上好的资源，依旧是演技撑不住场面，被巩俐吊打。本以为拿着顶级的资源可以飞升大花，奈何天仙姐姐在内娱还是吃老本，营销美貌。不过刘亦菲依仗极高的国民度和她白月光的角色，老本也够她吃一辈子。与此同时，她的商业资源也是好到爆棚，定位高端且地位稳固，深受资本青睐。LV 亲闺女，资生堂全球代言人，中国黄金代言人，天梭全球代言人，阿玛尼亚太区全新形象代言人。凭借花木兰也是在国际上刷脸了，登上了海外杂志封面35个国家的135个封面，这种走出国门的知名度，堪称85花中的巅峰。穿过15个品牌的高定，穿过高定礼服天花板，唯一一个华人明星穿 ES 高定裙压轴出场，给足了牌面。刘亦菲在85花的地位，就好像是哈雷彗星一样，稳定的出现和离去，留下的是美丽传说和神秘感的吸引力。不需要苦心经营商业价值，但花却为它而绽放。3. 杨颖商业价值。杨颖资源好是众所周知的，嫩模身份出道，没有出圈的作品傍身，没有资本的力捧，辗转在各地都摸爬滚打过。遇到前夫黄晓明之后，她的资源好起来，摇身一变成了娱乐圈中的顶流。在综艺最鼎盛的那几年，搭乘奔跑吧兄弟这股东风，凭借自己拼命三娘的劲儿，国民度直线上升。这些变化使得她从黄晓明背后的女人，成了天使宝贝杨颖，可谓风头无二。杨颖的运气好，但实力匹配不上运气的眷顾。她拥有的影视资源可谓是大小手中过，合作过的大咖也有成龙、刘嘉玲、刘德华、陈坤等，合作过的名导演有徐克、王家卫等业界大佬。但她最多好评的只是花瓶角色，负责貌美如花就 OK。全程热恋堪称杨颖出道以来最自然的一部作品。除此之外，大 IP 也不在少数。狄仁杰之神都龙王、微微一笑很倾城寻龙诀等，但让他声名大噪的角色却没留下几个。被炒出圈的当属大汉情缘之云中歌，抠图不敬业，演技差，瞪眼、假哭等一系列的操作，让杨颖的演艺生涯受到重创。但她依旧在质疑与赞美中成为了顶流，凭借如天使宝贝般扛得住相机的美貌，成为了迪奥的亲闺女。从高奢到生活日常，代言在手，知名杂志刊不断，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。离开黄晓明这座大山后，杨颖的商业价值略有下滑。不过，多年来积攒下的商业人脉，她的吸金能力仍是不容小觑。DIOR 品牌大使、雪花秀品牌形象代言人等，杨颖手握超40个品牌代言，被称为85花高定女王，时尚登刊更是数不胜数。与斯嘉丽·约翰逊等一众影后一起登上了美版 Vogue 杂志，虽然遭遇群嘲，但还是资源不断。相比杨幂、刘诗诗、刘亦菲等人有可以吃一辈子老本的影视代表作，杨颖的演艺之路显得摇摆且不稳定。作为花瓶，她的业务能力与演技确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摆脱平面，成为立体人物，是杨颖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。4. 刘诗诗商业资源。眼下刘诗诗是85花中较为神奇的存在。她不买通稿，2年一部戏，也不上综艺，但是只要提及85花，她的名字一定会赫然在列。85花里最云淡风轻的就是这位了。刘诗诗与杨幂都是古偶剧出身，走红道路也如出一辙。她是《仙剑奇侠传3》中的龙葵，
是步步惊心中的若曦。这2部剧的加持，让刘诗诗走向巅峰，与杨幂、唐嫣、戚薇一度并肩成为新4小花旦。后来引起话题度最高的，当属她与倪妮合作的《流金岁月》。演技并不出彩，也没有什么值得诟病的，演技始终如初。在电影方面，刘诗诗并无实际，虽然合作过王千源、邓超、张震等实力派，但票房平平，没有激起多大的水花。她与李连杰、文章合作的《不二神探》也被批眼神空洞，演技平平。离开唐人后，遇到良人吴奇隆，刘诗诗干脆认爱，结婚生子，在娱乐圈销声匿迹了许久。除了个别商业活动，几乎见不到刘诗诗的营销。至于时尚方面，刘诗诗本身没有黑历史，且自身条件优越，永远高昂的天鹅颈，气质绝佳，仪态好，在人群中一眼都能看到。被高奢品牌香奈儿所青睐，成为其品牌形象大使、TODS 品牌大使、Olay 品牌代言人、欧米茄名人大使、凡士林首位亚太区品牌大使。即便是姐不怎么在娱乐圈，但是商业圈依旧有姐的传说。刘诗诗的时尚刊物也势头很猛，4登时尚 COEML 风，5登时尚 L'Officiel 风，全面开花。未来如果有合适的角色，刘诗诗当然还要稳扎稳打，让商业资源与自身价值双面开花。5. 倪妮商业价值。倪妮是85花中唯一的谋女郎出身。所谓大导手下好乘凉，但这位飒姐的走红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。金陵13钗是倪妮的起点，也是难以超越的高峰。此后不管是知名度还是流量，她都不甚突出。倪妮的影视资源在85花中不输阵仗，与张震合作《晨曦传》，与陈坤在《天盛长歌》中谈恋爱，还与刘德华这等实力大咖合作电影，虽掀起的火花较少，但演技可圈可点。凭借《流金岁月》里的朱锁锁，口碑翻盘，业务能力也够抗打。当然，倪妮的颜值和身材更能打，具有极佳的时尚表现力，新晋红毯杀手的名号颁给她也不为过。这也是倪妮即便在国民度欠缺的咖位下，依旧有那么多大牌合作的主要原因。她自由率真的飒风与高奢品牌 Gucci 的定位不谋而合，可谓是互相成就。因此倪妮也一直成为 Gucci 的品牌大使，大刊封面刷了一封又一封。除了时尚度的完美表现，倪妮私下就是一个舒服、干净的形象，各种私服私照也颇有借鉴意义。拿下了优衣库、File 的国民度较高的代言，商业价值稳定且高。倪妮一直都在话剧圈磨练自己的演技，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，早日拿得出比谋女郎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咖位。6. 赵丽颖商业价值。赵丽颖是85花目前最有资格飞升大花的种子选手，但遗憾的是，赵丽颖作为85花中唯一一个算得上青衣转型成功的演技派，商业资源却相形见绌。赵丽颖的演艺之路是阶梯式的绽放，早年各种路人甲乙，最出彩的角色就是在《新还珠格格》里的晴儿金婚中的女儿。她的演艺生涯绽放的开始是2013年的《陆贞传奇》，2014年的《杉杉来了》让赵丽颖短时间内收获了一大批粉丝。2015年大爆的《花千骨》，2017年的《楚乔传》，2018年正午阳光出品的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，一步步奠定了赵丽颖电视剧女王的地位。在悬疑剧《谁是凶手》中，赵丽颖依旧贡献了不俗的演技。2022年的待播剧是郑晓龙的《幸福到万家》，其他85花都闹剧荒，赵丽颖却不愁影视资源。谈起大荧幕作品，赵丽颖的作品平平。最出圈的当属她与周冬雨一起参演的《宫锁沉香》中的病娇女二，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，
也是最为突破形象的一个角色。再就是与冯绍峰一起演的《女儿国》，演技没有完全彰显出来，在《乘风破浪》中也是被弱化的女性角色。赵丽颖在电影圈的战绩远不如电视圈，不同于其他85花的冷艳，赵丽颖美的就像是邻家姐姐一样，形象亲民。尤其是她成名早期上市小家碧玉型，走的是可爱甜美风，跟时尚资源的匹配度不够，相较于其他85花仅算是中下等。反倒是离婚后，赵丽颖整个人的气场大变，眼神、气质上多了些冷艳与沉稳，被高奢品牌 DIOR 所青睐，成为中国区品牌大使，还担任了浪琴全球优雅大使。但她更多地还是承载了一些亲民品牌的认可，例如徐福记品牌代言人、蒙牛纯真品牌代言人、奥妙品牌代言人。在时尚资源上，2021年8刊113风也算可圈可点，但相比杨幂、刘亦菲而言，仍稍显逊色。好在赵丽颖的转型之路走得坚韧且踏实，有作品傍身，靠着国民度和好口碑，照样能独领风骚。所以长远来看，她的前景应该是最好的。结语：10年沉浮，10年绽放。85花有国民度，有知名度，有话题度，他们的商业价值在娱乐圈仍是不可小觑的存在。总体呈现出来的态势是，杨幂、刘亦菲各有所长，争当排头兵；杨颖、倪妮、刘诗诗各有依仗，争中上游。反倒是转型成功的赵丽颖，沦为垫底角色。但话又说回来，眼前的风光不代表长存。当下一个个艳压群芳，但花无百日红，更何况95花、000花们早已蓄势待发。大浪淘沙，85花下半场商业价值的体现，就要实打实的拼作品，比演技。归根结底，实力才是立足之本。